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的138期。阿哲呢依旧会通过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的观点。第一部分，我们看到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阿哲会通过以下的几个部分来讲解。第一是副线，第二是趋势分析，以及最后的空间技术、压力支撑点位的分析。第二部分是关于个股特斯拉、英伟达等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解析。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我们会主要去花费比较多的时间去分析市场和这2只主要的标的。第3部分会用相对少数的时间，以行情快报的方式去讲解有关于高通、PLTR、亚马逊、台积电、苹果、MSTR、Meta 和谷歌以上个股的行情快报。希望以上内容对你能够有所帮助。今天的内容依旧会比较多，那么阿哲回归到长视频的讲解当中，会讲的比较细致，所以内容比较多，阿哲时长呢也会比较延长。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第一次观看阿哲的视频，观看阿哲的内容，你也可以看一下，在视频底下播放按钮有一个小三角，点击三角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时间轴，每一部分阿哲都整理了对应的时间点，你可以点击这个时间轴，快速找到你最想要得知和想听到的内容。那么希望这个时间轴能够解决你的一些顾虑。如果您是老同学，阿哲还是比较希望你能够从头到尾完整的收听本期的视频。现在我们来到第一部分，有关于 K 线的解析。在最近的市场当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运线组合。在前面的2-3期视频，我们一直有谈到一个运线。什么叫运线？就是一根大的 K 线，一般是大实体。好，那么这根大实体 K 线，它的一个实体把右边第2天K 线的所有价格都包裹，出现了一个大 K 线和一个小 K 线。那么这种组合呢，我们就叫做运线，这是一个最为标准的运线。运线的产生一般意味着价格的停顿，也意味着方向如果要选择，必须要去突破运线的组合高点或跌破运线的组合低点。但你会发现的是，价格走势在碰到运线的高点之后就会出现回落，碰到运线的低点之后，它就产生了上升。但你会发现，在本周周四碰到运线的高点，甚至收盘过去之后，在周五立马又出现了下落。所以当前的格局就是一个围绕着运线高低点上下沿所进行的小区间的波动、小区间的震荡，直到有那么一天有效的突破运线上沿或者说下沿时，会选择方向向上，亦或者向下。而在此之前，任何触及到运线的上轨和下轨，都要小心上涨中的风险和下跌当中的机会。这是上期视频我们给到的一个观点和当下的一个行情处理。关于运线我们就不提太多了，本期视频的第一个关键叫做副线。什么叫副线？在最近3周连续的出现这一个位置出现了副线，周五出现了副线，而股价下周是暴跌的，周一是下跌的。那么在上周的周五它也出现了副线，而周一它也是出现暴跌的。那么现在本周的周五又出现了副线，难道周一又是暴跌吗？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对于副线的识别和它的一个处理方式，因为前面这里也有副线，但后续呢却是上涨的，甚至呢会有一些买点。我们来看一下副线组合的识别。首先副线它一般有一个上涨 K 线，最好是阳线，标准的副线应该是上涨阳线，而右边它应该是一根阴线，而且它是一个价格创出左侧阳线新高的阴线，创出新高，但是收盘呢却收在了左边阳线实体一半之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副线，也叫副阴线。像这一天也是，左边是上涨阳线，右边它是高点创了左边阳线新高，但是它的收盘跌破了阳线实体一半。像这一个副线就不太标准，左边不是上涨阳线，它是一根上涨阴线，但是副线呢还是创了新高，并且收盘把实体跌破。在本周的周五也是创了左边阳线新高，而后收盘把阳线实体完全吃掉，它们都是副线。而副线之后有涨，它也有下跌，我怎么去区分这种副线后的风险和机会呢？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图表上呢有一些标记写着副线的图样，它呢是一个把副线标准的副线写出来的一个信号。那你会发现市场当中的副线其实出现的不少，
而负线呢确实有涨有跌，但这里阿哲要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负线它确实是一个明面上很极端以及很明显的空方进攻信号，所以正常来讲，如果您在上涨当中已经有所盈利，或者说反弹当中已经有所获利，那么遇到负线，阿哲的建议是你至少要减仓，如果是短线交易，你甚至可以完全的去卖掉。而负线往往会在这种极端的或者说容易下跌暴跌的高点区产生。那有同学会说，那如果卖出之后它又涨了怎么办？好，这是一个另外的处理方案。比如遇到负线，我反弹当中遇到了负线，我获利了结，我卖出了，后续我发现负线之后可能它有些变化，一般我们会把负线后的 K 线标记为 XK 线，或者说是其他的都行，反正是关键 K 线。好，负线后为关键 K 线，关键 K 线的高点，它如果被突破，我们认为前方的负线它只是洗盘，只是砸盘，是一个诱空行为。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一天的突破去重新的买回我们卖出的筹码，重新去做多。一般我们需要的这个 XK 线，它最好不要是一个强势上涨，它也最好呢不要是大跌，它应该是一个相对重心下移，一个惯性下跌的过程会比较好。那你会发现，像这一天是负线吧，隔天是不是重心下移，但高点有突破吗？没突破，所以这些呢就是风险的负线。那包括像这一个负线，而后 XK 线高点有突破吗？是没有突破的。像这一个负线后的 K 线高点是不是能被突破？能被突破的负线后的 K 线为买点。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案去一定程度上识别哪些负线是风险，以及哪些负线确实它只是砸盘，可以去重新买进。我们看到当前的市场行情，看到最近的负线，那么像最左侧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负线啊？负线出现之后确实暴跌了，好，暴跌之后这根 K 线也可以作为 XK 线，它短期越快突破越好。那像这里它是3天内3天收盘突破，而后你也可以去看涨。你可以认为这一天有很大概率它是一个砸盘，而后呢价格也确实出现了再次的上涨，前方为砸盘。像这里它也是一个负线，负线之后它为 X， 它被突破意味着还能够有上涨，这里只是上涨当中的一个洗盘砸盘。那像后续的位置，这是负线，这为 X， 突破可以看涨，这里为负线，这里为 X， 突破可以看涨。但是每一次出现负线，你不能够去博弈后续能够看涨，而是出现负线，如果你确实有所盈利，你应该做的是获利了结，小心短线的风险。包括这里是一个不标准的负线，也一样的，反弹遇到它小心风险。包括现在上涨反弹遇到负线，我们短线的获利应该兑现，小心负线后的风险。而后在下周周一标记 XK 线，周一的 K 线最好是一根惯性下跌有所重心下移的 K 线，那么这根 XK 线高点能够收盘突破，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而如果它的高点不能够被有效突破，就小心了。以上就是关于负线的知识点的回顾，如果是老同学应该不陌生，那么这里呢就再次的复习一次。如果是新同学，你目前还可能不太了解，那么后续呢在个股的交易当中，我们依旧呢也会看到很多个股在昨天出现了负线组合，我们可以去进行实操，也可以在下周呢去跟踪，看一下它的效果如何。这里提醒一下，一般股价上涨时高位或者说反弹中的负线大概率为风险，而股价如果是下跌当中所出现的负线，那么很多时候呢是一个砸盘。我们看到第二部分有关于趋势的解析，在趋势分析上，我们用到趋势线和结构的看法。那目前这里阿哲所画的趋势线有所改变，那么这个点位呢，阿哲是重新取点了，取了这2个点，画了一个下降的走势。那为什么要改变呢？因为阿哲更想要达到一个更好的趋势线的看法。对于趋势线，它要么是有压力，要么是有一个动能衰竭的变化，特别是一个下降趋势线。股价上涨时突破趋势线，一般看的是动能它是否能够延续，突破之后1天2天，第二天第2根 K 线验证动能是否强势，第2根 K 线后立马是负线，第2根 K 线后立马下跌，这一般意味着它的股价走势并不如我们所料的会有效突破。而股价下跌后又反弹，这里呢完完全全收盘都没能突破，所以这是一个下降趋势线压力的提醒。那最近的上涨反弹了，突破了第1天，而第2天立马下跌，是不是连第2天都不能够走出来阳线？
所以这里和前方这里是一样的，在动能的表现上，这一个突破也是无效的。在遇到下降趋势线当中，遇到压力收盘不能过，属于突破无效。突破了下降趋势线，但是股价走势走了1天2天，而后就滞涨了，这也不能算是有效。包括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下方2个点所取出来的一个下降楔形的下轨，是不是股价下跌时遇到它有止跌，不能算是跌破吧？而下跌时收盘跌破，但是第二天立马止跌，都不能出现第二天的下跌，它肯定也不能是一个有效的跌破。所以股价在目前的下降楔形当中，它不是一个有效的跌破，也没有有效的突破，它还在一个下降楔形2条下降走势当中，在一个徘徊震荡。而如果你记得阿哲之前的观点，你会知道它目前走的是一个慢慢的由空转多，虽然是一个下降楔形，但是最近的2次下跌，它都已经没有碰到下方的这个下轨了，说明多方的动能是在变强的，而低点也明显是在抬高的。所以此处的位置，它的下降楔形不一定能够持续的去走，除非这一次下跌又到了这一个下轨附近，才有可能打破阿哲目前的观点，多头在转强。那目前呢，我们用不到下轨，那你可以用到左边的这个高点，左边高点所延长的这根线，它也是一个有效的支撑，因为价格走势它的突破肯定是有效的，突破之后呢，连续的上涨，所以左侧的高点有效突破将会形成一个支撑，而在左侧高点为支撑的情况下，那价格后续回踩它将容易止跌，而哪怕跌破，它也往往容易出现空方的衰竭，只要支撑依旧保持有效就行。所以你会发现价格从高点后的下跌，这里是不是一直没有跌破？好，这里跌破了1天2天就止跌了，这里是不是也跌破了1天2天也止跌了？股价的支撑只要有效，不是有效跌破，那么跌破和突破2天之内就容易衰竭。好，这里跌破1天，第二天是不是衰竭反弹了，直接多方进场？这里连跌破都不跌破，是一个有效的支撑，所以股价也反弹了。所以目前你可能用不到这个下轨了，股价的多头只要保持强势，那么下跌的空间在这一个前高的位置就会见到一个分晓，低点以及止跌的机会将在前高的附近就会产生，它可能会直接止跌，收盘都不跌破，它有可能会跌破1到2天，而后快速的多头再次进攻，去延续多头的强势。这是有关于目前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的趋势分析。那我们就知道了，前方的19366.07为一个有效的支撑区间，而当下是一个下降趋势线上遇到压力而后产生的负线，那负线为一个看空信号，我们可以看一下 XK 线会否在前高这里产生一个滞跌的 K 线，产生10日星或长下影线，也或者低开高走阳线。那么这种 XK 线的高点突破，很大的程度上帮助我们去突破前方的这个下降趋势线。而假如这个 XK 线的高点不突破，那么就有可能会去击穿前方的高点，去再次的回归下方的下跌的轨道。希望以上的内容关于负线以及趋势线的画法能够对你有所帮助以及有所思考。如果是老同学，可不要忘记在新年我们的视频当中也记得去点赞阿哲的一个每期视频，支持阿哲的创作。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宽裕充裕，也可以留下您一句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对阿哲的建议。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第一部分的第2小节，关于空间技术点位，一般是阿哲在盘前会计算出美股纳指当天之内高点的压力和低点的支撑。我们看到图表当中的这条信息，在左侧的图板当中是阿哲在2月7号盘前所发布的，当时呢是香港时间4点02分。那么这条消息，只要您是新订阅阿哲频道的观众，您至少呢会有半个月的时间免费收到这条信息，也是阿哲呢对于新订阅观众的一个免费的福利。希望以此呢在半个月时间内能够让你去逃离市场的风险，以及把握到一些市场的机会。我们看到昨天这条信息的一些观点，第一个就是阿哲所讲到的行情观点，纳指的反弹持续，但上阳小顶呢也在延续，目前的防守位可以设在昨天阳线最低，而价格目前虽然初步突破运线高点，但 K 线实体较小，这也是为什么不判定它是有效的原因。我们说运线的高点突破能够构成方向的选择，那为什么周四的阳线高点已经突破了，但是阿哲认为它不是有效，不能判定是上涨，因为它的实体突破太小了，它不是一个强势的阳线，
所以这根阳线不能作为上涨的确立。而股价如果收盘再次跌落均线高点，只要小心风险，为左侧卖出。那么以这个观点来看，目前的市场是不是它哪怕不是一个负阴线，它也是一个卖出信号，因为它又再次跌落了均线的高点。另外的下方就是我们所讲到的纳指和特斯拉日内预测的点位、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那么这个点位呢，它不是说阿哲能够100%的知道今天的最高点是多少，最低点是多少没有这种技术。这个点位是怎么用的？阿哲一般认为这个数值为股价正常的波动，如果收盘超过高点，说明多方很强啊。今天如果收盘跌破低点，则说明空方很强。那如果在这之中呢，就属于正常的波动。那么这里呢，要注意一个特殊的用法，如果实际的高低点价格和阿哲预测的误差极小，那么说明将容易有变盘产生。那么阿哲这里特意去提醒到了，在3个交易日，也就是周四，纳指实际的高点和预测高点特别的相近，要小心高点变盘出现滞涨 K 线。而你看一下昨天的预测的高点的数值是19862.30，当天纳指日内的高点预测也是压力预测，在这个点位之下为多方正常，为多方非转强。我们看到当天周五实际高点是19862.54，基本上属于一点不差只差1点之内。而最近的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上涨途中连续2天，周四和周五预测的高点和实际的高点误差极小，而这种情况只要小心高点变盘。这说明股价的多头在遇到了某一个多头转强的点位之后，立马的撤退，而后连续2天都在即将转强的时候撤退，这是一个不太有利的信号，对于情绪来说不是很好。所以连续2天出现，只要小心高点变盘的风险。这也是这样技术在左侧方面的一个预知性。所以以上我们通过趋势线，通过 K 线的附件，以及通过左侧价格上的共振空间上的误差较小的变盘信号提醒，我们都可以知道周五的这一天和周四这附近是一个短线反弹的风险，那么下周你就要特别小心。而入场点则应该用负阴线，我们去观察 XK 线是否突破。这是纳指我们整体美股走势下短线的一个交易看法和交易的策略制定，当前是一个短线获利了结和短线风险的释放的区域。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是一位今天刚订阅阿哲的新订阅观众，那么你可能还不知道如何每天盘前得知这一个点位的信息和测算。这里阿哲稍微提醒一下，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一个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表的，在评论当中您可以找到一个 Telegram 的链接，这个链接可以直接让您联系到阿哲的助教老师。找到助教之后，您可以发送一个口令2个字，发送一个盘前给助教，发送之后他会知道您是阿哲的订阅观众，同时您想要盘前的订阅短信，那么他就会在每天盘前提醒到您。如果您订阅之后想要获得这个盘前的信息，那么可能需要您花费小小的精力，动动手指点一下链接，发一下盘前，那么应该是不会太困难的。希望每一位订阅观众都能够在后续半个月内能够看到这一则信息，对您能够产生一些帮助，感谢您的订阅。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的第2部分，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的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解析。阿哲的行情视频基本上更新到目前为止，每一期都有跟踪特斯拉和英伟达这2只标的，行情快报当中可能会略有更改，但是这2只标的是一直不变的。我们看到第一个个股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讲到目前的股价来到了 382.26， 特斯拉是一个中期重要的防守，因为之前我们在这里通过时间和空间判定了它是一个中期的变盘点，中期的低点。股价后续虽然在这里确实是止跌了，价格有2-3周的时间没有跌破前方的低点，但我们会发现它没有产生过多的利润，这也是阿哲目前预测上出现的一个偏差。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对于阿哲性格是比较了解，阿哲对任何的结果都是承认的。前面这里我们确实说过它是一个中期的低点，而中期低点确实也没被跌破，但是也没有产生阿哲想要的行情去创出新高，它产生是一个中期的震荡行情，它这种行情只能以短线去博弈它的利润。而目前的股价跌破了 382.26 我们所认为的中期支撑，那么它所执行的策略应该是本次中期交易的一个止损策略。
我们说过，交易呢止损是逃不开的，它是必定要去执行的。那么跌破之后，意味着前方中期低点所买进的单位至少要开始大幅的去止损和停止操作了。那目前股价的走势往下下跌，为什么说目前来到最后的支撑？这个支撑是 361.73， 昨天股价基本收盘是略微跌破，盘中也探到了其中之下。这个价位不只是一个空间上预测的支撑，它同时也是前方筹码密集区域的一个上沿。所以当下的特斯拉在上方触及 478.4 后的下跌，跌到目前这里，阿哲认为如果多方强势，或者说如果多方还有希望在2025年能够走出上涨创新高，那么 361.73 应该是强势回调的最后一个支撑了。有同学听到这里可能会感觉有点奇怪，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强势回调呢？都跌了这么多了，难道不应该属于弱势回调区间了吗？这里就回到刚开始我们开篇的一个话题，目前的特斯拉属于强势还是弱势个股？那么阿哲的认为是它不一定强势，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弱势个股。现在我们看到前方的这个高点，它是2024年11月11号的高点，这个高点目前还没有被触及到。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下的纳斯达克指数2024年的11月11号，它其实这个高点早就被反复的击穿，反复的去提醒它的支撑。而纳指代表是一个平均科技股的水平，那么纳指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大多数个股前方的这个高点早就被多数的去反复击穿，而特斯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去触及，所以这一波下跌感觉上底在降低。它呢短线很弱势，但从中期来讲，它依旧是强于市场当中大部分的科技个股，以及强势于纳斯达克指数的走势。那目前从特斯拉的走势我们怎么去看待呢？空间来到了关键的 361.73， 而价格的下跌它把前方的低点给跌破了。我们说对于低点的跌破，你要看一个节奏，就是2天时间。股价前方的低点被跌破，1天2天往往容易是有效跌破的验证。跌破2天之后，股价反弹不能够去突破前方的低点，而后股价后续也不能有效站上，所以前方这个低点被确认的跌破是有效的。那目前只是开始跌破第1天，如果这个支撑是有效的，那么它将会和前方这个低点一样，跌破之后会有快速的空方的动能衰竭，以及多方去尝试博弈，它是一个假跌破。而目前只是跌破的第1天，也就是说下周的周一它是第2天。而如果前方的低点这不是有效跌破，亦或者是有人去博弈它是假跌破，那么下周周一将会有明显的止跌，亦或者下周的周二、周三开始会有多方开始反攻。那么接下来我们从其他的方面，比如说资金动能或者 K 线。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而在日线图表上，我们先看一下负线的观察，它其实出现过蛮多的负线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前方的高点和这个回调的初期，它都出现了负线。那我们一个个来看，比如说这里出现了负线，价格新高而后把阳线一半吃掉，负线。第2天为 XK 线，XK 线的高点被突破，而且是跳空突破，突破回踩上涨，是不是前方为砸盘的概率是极大的？而股价短线上涨已经处于一个高位了，有很多的获利要兑现了。好，这个时候出现负线，小心了，你应该先卖出。负线后的 X 有被突破吗？有的，这一天被突破，当突破之后就又第2天跌落了，所以这不是一个有效的突破，这是一个风险。然后也验证了这个负线是高点，它是风险的释放，一个负线给你买入机会，一个负线给你逃顶的机会。而股价从高点下跌到现在又出现了负线，大家注意了，高点的负线下跌到现在，特斯拉这里是唯一的一次下跌当中的负线。我们说过负线的位置也比较关键，上涨有很多利润时的负线一般要小心，而像这种短期明显的下跌弱势后产生的破位的负线，它很大概率不是一个出货，很大概率是一个砸盘。所以目前的特斯拉出现了一个负线，负线后的 X 能不能被高点突破？如果可以，它将是前期中期布局之后，这里将是一个再次短线去博弈反弹的点位。大家注意了，目前只能说短线去博弈反弹，除非它能够再次站上前期预测的中期低点，而后去不跌破，我们才能够重新看好
左侧的预测低点依旧有效。在此之前，先看反弹，反弹之后能不能站稳，而后再说。当然了，这里不一定会反弹，因为关键呢在 XK 线能不能突破。所以目前负线看懂了，你对特斯拉的短线应该也能够有所策划。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资金和动能方面。在图表当中标记的红灯，它一般预示着股价的收盘价跌破阿哲预测的日内低点，而标记的绿灯就是股价的收盘突破阿哲预测的高点。那么绿灯代表多头转强，红灯代表多头转弱，空方转强。而关于红绿灯有一个特殊用法，就是股价如果连续转灯，比如说绿灯红灯绿灯，亦或者红灯绿灯红灯，连续转灯说明多空短期连续的波动变化，一般意味着市场的变盘点将要出现。出现这种走势之后，第二天如果走下跌，那么一般预示着后续的变盘，短期容易看跌。所以在这里出现了红绿红，而后走下跌，所以目前的短期下跌是一个正常的事件。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价格走势，昨天依旧为红灯，所以股价的走势目前特斯拉依旧是空方较强。我们要关注下一个转绿灯的地方，那怎么去看一下会不会转绿灯呢？阿哲给大家一个周一的点位，周一股价得要收盘突破 371.083， 突破这个价位，周一收盘突破则说明它转了绿灯。如果这里出现了再次红灯后立马转绿灯，加上它是一个负线，我们可以提前去进场买入一笔仓位，因为红灯后立马转绿灯有机会验证这一天的红灯是砸盘，而负线的高点突破之后，我们再去多买进一笔仓位，那么可以去看一下下周会不会是这种走势。那么前提是要先突破这个 371.083， 先出现一根绿灯 K 线才行。所以我们要关注动能转强的那一天，而资金层面倒是没有太多可以去看的，因为资金还是保持流出的状态。资金要关注的点一般是连续流出后的流进，以及连续流进后的流出，亦或者是上穿零轴或下穿零轴，而目前都没有。前期呢有连续的流出，而后这一天是流进，流进之后的这一天是哪一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一天。连续流出后的流进，这一天的高点要被突破，才意味本次下跌走到这里还能延续反弹。但你会发现没能突破，股价后续下落。如果对于这个技巧还不太明确，还不太懂，你可以看一下前期阿哲的所有视频。关于这个指标的使用方法 ，BBB 资金基本是从上一年讲到现在，讲了半年多，一直都是这么去用的。那么在上一年阿哲这么去看，在今年阿哲用它也一样会去这么去看。市场出现这几种信号，我们就去关注，而目前资金是没有的，所以可以等待连续流出之后的首根流进资金，我们再去关注。以上就关于特斯拉空间 K 线资金动能4个方面4个维度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英伟达最近的走势很是强劲，在触及116这个支撑点位之后，价格出现了强势的反弹，连续的5根阳线，虽然其中呢有一根是假阳线。我们之前讲过一个技巧，就股价下跌时碰到某个支撑位或碰到某些点位时出现假阳线要关注。在下周一的时候，阿哲也会讲一下这个假阳真底的使用技巧。那这里呢简单看一下，像英伟达之前曾经多次出现过这种假阳线，股价下跌，这里是假阳线吧？假阳线突破是不是有一些反弹出现？假阳线突破反弹出现，假阳线高点突破反弹出现。假阳线出现，高点突破反弹出现，股价下跌，这里又是假阳线，高点突破又有反弹出现。所以在某些支撑位关键的点位上出现假阳线，你要特别关注，它有可能是一个止跌的低点信号，一般是一个小低点的信号。那么现在的价格出现了反弹，反弹又进入到了这一个区间内，我们说这个区间呢目前不一定是压力或支撑，价格出现跌破上涨，又跌破又上涨，目前没有任何的一个有效的结构产生，它是一个有效的跌破或者说有效的突破。因为你会发现跌破第一天第二天就反弹，跌破第一天第二天就止跌，所以当前呢还不是很明确的有效的跌破，还处于一个假跌破有可能的区间内。目前的价格强势上涨，你要去观察下一步它是怎么去走的。如果是上涨突破回踩止跌，那么它不止不是压力，还变成了一个支撑，亦或者更弱一点点，上方有压力，上涨不能突破回踩，
到这一个下轨附近反而有支撑，而后上涨，而后下跌，而后上涨，它有可能会走这两个将压力转为支撑的过程，这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变化，走出来了则有机会是一个反转，后续依旧能够去上涨，回补上方的这个缺口。而假设上方如果是压力有效，不能突破，或者说突破了立马掉落啊，就是压力有效。好，压力有效可能下跌反弹不能突破，亦或者是直接下跌而后反弹不能突破，那要小心这两种走势。出现刚才上涨的两种走势有机会回补这个缺口，出现这个往下走的走势则将会再次去测试116这个支撑是否有效。所以这是结构上在2月份接下来的交易日去观察的一个轨迹，它是往哪个方向去走，是往支撑有效还是压力有效。而后你要去关注一下，在之前上一年我们内部课上讲过一些内容，叫做5连阳，这个5连阳是不顺动的，而5连阳在下跌当中产生，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往往代表资金的进场。像前面这里也是下跌，也是一个5阳连，而后价格是不是出现了一波上涨底部反转？所以目前股价高点下跌到现在，它是首次出现连续的5根阳线，虽然它不是顺动，但确实是超跌连续大跌后的5阳连。那么这个位置就要关注会不会跟前期这里一样产生一个反转的底部，因为其中有一些细节涉及到了一些内部课程的知识，所以阿哲呢就不在这里详细讲解了，有机会我们内部课上再为大家去分享。这里稍微提醒一句，它这个波上涨还出现了2次的三小顶，如果你认识三小顶，可以以此呢作为防守位去防守。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两个方面的解析。现在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是 BBD 的资金。我们先看到动能 K 线，从低位出现了绿灯之后，股价是不是连续的上涨，而后连续的是产生了绿灯。在昨天出现了一个10日星或者说是长下影线的一个小 K 线，那么它呢没有绿灯也没有红灯，目前是一个上涨的惯性上移的过程。在这种短线连续走强的过程当中，你要小心它的红灯出现，一旦有红灯出现就要注意了获利以及下跌的风险。像前面这里出现了绿灯红灯绿灯，是不是刚才所讲的特斯拉变盘信号？曾经的英伟达这里也出现了，而后出现上涨，是不是后续还能短线看涨？直到这里出现了一个红灯，并且是高点变盘，它的当天高点实际的点位和预测的点位是相近的，所以它是一个红色的三角。而后股价高点变盘又是红灯又是负线，所以股价暴跌。而后最近出现上涨，它什么时候出现红灯？这里阿哲给一下周一的点位，周一股价如果出现下跌，跌破 132.79， 注意了是 132.79， 如果收阴下跌破位，那么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红灯 K 线。上涨后出现红灯，那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砸盘还是下跌风险，都应该先获利了结，然后等待下一次绿灯的出现产生。这是动能上告诉我们的一个风险，周一要以此为防守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资金层面，资金层面我们说过，股价它的上穿下穿以及流出后的流进，流进后的流出要关注。目前的英伟达是连续的流进，它没有流出，所以它没有这种关注的对象，但是它有上穿。你要看一下哪一天资金由负变为正，好，这一天资金是 1.755， 这一天为正数。那股价价格下跌上涨上穿，它则为一个资金的变盘点，那它的高点应该被突破，它的低点最好别被跌破。如果高点不突破，低点跌破，那么说明这将是一个高点变盘。目前没有跌破这个低点，所以它还不构成高点变盘。而它的高点已经收盘略微突破，不能说是有效的突破，但它确实有点突破了。所以接下来在下周要去验证对于这个高点突破能不能够有效突破。有效突破这个位置将是下跌的反转点。像前面这里是不是也有下跌而后上涨？好，这一天它是不是也有突破？当突破之后呢，又出现了负阴线，又暴跌了，所以它这个位置没有有效的突破。所以目前你要关注一下，这里它也是个变盘点，会不会跟前面一样是变盘高点？如果是，那么这里走不远；如果不是能够突破，则这里有机会回补缺口，甚至呢把前方的高点挑掉。
这是英伟达动能、资金、空间3个维度的分析。现在我们看到第3部分，有关于高通、皮尔 TR、亚马逊、台积电、苹果、MSTR、Meta、谷歌等个股的行情快报。阿哲会通过资金和动能2个方面去讲解。我们先看到第一只个股高通。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高通的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是资金指标。资金指标呢，在前期曾经出现过一次下穿，这一天是下穿 K 线，下穿之后它的高点有被突破过，但是后续又跌落了。当前呢，就在这一个下穿 K 线，我们所说的下跌当中容易产生低点变盘的这一根资金 K 线上进行徘徊，股价目前还没有选择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们可以以这根 K 线做一个判断的标准，如果价格呢收盘能够去有效的跌破这根 K 线的低点，那么跌破之后不能够快速的收回，那么这里将不是低点变盘，股价后续还会延续的下跌。如果这里不会去跌破，或者说跌破之后能够快速的站回来，那么就还有希望，前面的低点就还是以变盘低点去看待，等待它的再次突破站稳，我们可以认为后续的股价还能够上涨。这里只是一个上涨过程当中的震荡调整，它还可以认为是一个强势的短线个股标的。而从动能 K 线来看，最近呢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股价下跌是一个低开高走阳线，我们说是假阳线，它呢其实也在前方的一个平台附近。好，它是一个震荡的区域，平台附近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的阳线，假阳会否见到低点，看的是它的高点能不能被突破。按照动能 K 线上来讲，它是一个什么动能？是红灯，是空方动能强势，当下还没有绿灯。如果能够出现一个绿灯，并且股价收盘突破它的高点，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假阳真底，同样也是多方转强的价格信号。我们在下周周一的时候关注一下，市场会不会在周一突破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就是 169.63， 只要股价在周一收盘能够突破这个价格，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绿灯 K 线。而如果顺势能够突破它的高点，那我们同样认为这里是一个假阳真底，股价容易有反弹的一个地方。此处所发生的一个交易，我们可以以假阳线的低点作为防守位，作为止损位。这是高通的资金和动能 K 线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 PLTR 在前期出现了大幅的跳空，因为财报超预期，后续导致了上涨。那么上涨过程当中，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最近的动能 K 线走了一个变盘的信号，是一个绿灯、红灯、绿灯连续的转换，而后在昨天周五的时候是下跌 K 线，而且是长上影线。我们说走出了变盘的红绿灯之后，价格下一天的涨跌会有短线上的变盘的指引。它虽然不是100%，但阿哲呢认为大概率事件这里是变盘的一个高点，所以皮尔 TR 短线走到这里，它要小心了。这里是一个红绿灯之后短线变盘点，它容易短线出现回落。破局的一个方式就是在下周一直接又再次以反包 K 线吃掉它，那么就说明这个变盘点它不是高点，反而有可能是加速点。所以当前的皮尔 TR 先小心变盘向下的一个可能，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几率。在资金层面上看，价格走势上穿的这一天，是不是后续股价没有跌破而是突破？在这一天开始股价走强，而后不只是反弹，而告诉我们它有可能是反转，也后续在这个位置出现了新高。而目前的资金指标 BBD 它没有给出太多的提醒，连续走绿之后的走红，这一天也是被突破的，而目前也是连续的流进，还没有出现流出。BBD 资金呢，当前还没有一个右侧要关注的对象，只是在动能上有一个左侧的风险提醒。接下来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近期是出现了一个高点 242.52 后的下跌，这个下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绿灯、红灯、绿灯连续的转灯，而后是下跌的，所以亚马逊短期呢变盘向下。而我们看到下方的一个资金指标，这一天是下穿，这一天下穿正常应该是低点变盘，但是这一天的低点因为财报的原因而快速的有效的跳空的跌破，所以目前的股价应该还有下跌的空间。这里亚马逊还没有见到一个明确的见底的信号，它是一个有效的低开低走的有下伤力度的一根阴线。所以我们一旦遇到有关于红灯之间、绿灯之间频繁转换的时候，你就要小心，最好可以多等一天。
像前期这里也是一个绿灯、红灯、绿灯，而后我们看到后续是绿灯，所以价格在变盘之后是看涨的。像这里变盘之后是看跌的，那么在明确出现止跌信号之前呢，先不要盲目的去做多了。这里的短期方向变盘是向下的。现在我们看到台积电的走势，它是一根负阴线。我们说负阴线不止指数可以用，个股也可以用，它是一根创了左侧阳线高点，而后它的实体是吃掉了整一根 K 线，所以它是一根负阴线。负阴线之后关注后续的 XK 线，我们去做操作。在动能上，它同样也是一根红灯 K 线啊，负阴线是红灯 K 线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有时候不是负阴线，同样是一根大阴下跌，红灯也是要小心的。像这一天也是负阴线，你会发现台积电上负阴线的提醒还是蛮频繁的，而且都有一定的一个效果。用负阴线，你也可以逃过这次的一个下跌。像本轮行情反弹红灯之后到这里出现负阴线一样的，短线的获利要小心，要去兑现，等待 XK 线后的表现是突破还是无法突破，突破再去重新看多。而在资金上，第一位出现连续的资金流出，而后这一天是流进，低点没有跌破，高点目前也不能算是有效突破，突破一天两天，突破一天两天都是走弱的。而底下呢，当前是连续的流进，接近于零轴，还没上穿零轴。后续如果能够 XK 线突破并且上涨，它就有可能上穿零轴，就有机会是产生一个变盘高点，类似于前方这些位置，它们都是上穿，而后它们大多都成为了变盘的高点，或者说变盘的高点附近啊，一个是这一天，一个是这一天，还有这一天。现在呢还没有出现这种 K 线，所以还没有变盘的一个高点。现在我们看到苹果的走势在前方，我们上期视频讲过，这是一根关头阴线，关头阴线是空方的信号，类似于负阴线。而这种信号出现之后，我们一般获利了结，获利兑现，因为在关头阴的高点处将会有强大的压力，而关头阴之后下跌的上涨，我们都认为它是在这个压力下的一个反弹，而股价又出现了一个下跌的信号，叫做负阴线啊，这里是关头阴，这里是负阴线，都是空方的信号。而这种信号之下，我们认为这个反弹获利要兑现，哪怕没赚钱也应该跑了，要小心后面的下跌，等待下一个 XK 线的变化，以及如果周一是延续下跌的，那么苹果就有可能出现高点流出以来首次的一个下穿，这个下穿它有可能是低点变盘，像前期这里它也是下穿，当时这里有可能是低点变盘，但后续呢被大阴线所跌破，所以低点不攻自破。而像这里如果再次的往下下跌，那么将又是一根新的低点变盘 K 线，到时候关注一下这根 K 线的低点不能被跌破。我们看到 MSTR 最近的走势相对疲软，上期视频我们给到一个交易的点位是连续的流出资金之后首根流进，是它的高点以及下方 K 线它的高点基本重合，所以股价在这里有一个压力位。那么这个下跌后能不能够延续反弹，强势反弹甚至反转，那么关键在于这个点位能不能站上。但你会发现的是，不管是这个绿灯这个红灯收盘都在它之下，所以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当下呢也还是在这个点位之下震荡，而目前它也没有出现上穿，也没有其他变动，所以不管是在红绿灯还是在资金层面上，它的机会都不算大，或者说还没有机会。我们看一下在周一它什么时候会形成一个绿灯 K 线呢？股价它必须要收盘突破一个价格 344.68， 注意了 344.68， 就突破 344.68， 价格才会出现一个绿灯，而后才能够继续的去看是否能够看涨，稳定一点的还是要等突破这两根关键 K 线的高点。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Meta 的走势特别的强劲，之前呢在创新高之后，我们列入了行情快报的个股观察当中，然后一路上涨至今。途中呢虽然有出现过一些三阳小顶的信号，但是基本没有跌破防守位。像这一根 K 线是三阳小顶之后冲高回落，我们说这一天其实可以去做获利兑现啊，也创新高之后的获利兑现。但后续股价呢也没有去跌破这个决策假阴线的实体低点，而是把它的实体高点突破了，后续继续的延续上涨。目前在资金上呢，它是连续的资金流出，还没有出现
有效的识别 K 线，比如说翻绿啊，或者说下穿啊都没有，所以资金上目前还是在观察。而价格上呢，又出现了一个最新的决策的假阴线，在股价上涨，特别是单边上涨当中，像这种假阴线你要关注好了，每一根假阴线都看好，价格后续运行在假阴线的上方，我们认为它的风险就还没有释放。当假阴线之后出现是破位，出现跌破假阴线的实体下沿就要小心了。比如说这里 Meta 如果下周开始有收阴线跌破这一个最新的假阴线的实体下沿，说明这一波上涨到这里它将是有一个形成高点的条件。而目前只要继续观察会不会跌破，不跌破则继续还能够看涨。最后我们看一下谷歌，谷歌的走势在下跌之后，我们上期视频说它有可能出现下穿，是吧？这一天是一个下穿 K 线，跟前面一样的是下穿，股价上涨回调，上涨回调，如果是下穿出现了，你关注一下这一天低点会不会被跌破，会不会被跌破，前面这里不被跌破还能突破，所以它是一个回调低点。而这里呢，它没有突破，而是跌破，所以当下呢，它有一个延续下跌的理由，或者说有这个可能。在这里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止跌和买入的一个动作迹象，前面也是一个绿灯、红灯、绿灯，而后转跌，目前呢变盘就看跌，这里呢是绿灯、红灯、绿灯，所以上涨看涨，绿灯、红灯、绿灯，上涨看涨。目前呢是变盘向下，同时没有止跌买入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等待资金翻绿之后再考虑去抄底，或者说出现任何的一些底部信号我们再去买进，而目前是还没有的，各方面都还在往下移。那最后呢，阿哲添加多一只个股，这一只个股是博通。有些同学有留言说可不可以看一下这只个股，那么之前它其实也在行情的快报当中，只是呢后续感觉机会不多剔除了，大概是前方1月21、22左右的位置。好，那么有一段时间没看，它呢是出现了暴跌后的反弹，高点呢是一个平盘 K 线啊，开盘和收盘应该是一样的，是一个平盘的 K 线。好，价格10日新变盘，这种绿灯就不用管它了。我们说绿灯，什么绿灯好一点？有实体阳线的绿灯会好一点，像阴线的绿灯，或者说这种平盘10日新的绿灯，那一般来讲效果就不佳了。我们更希望看到是一个强势阳线的绿灯。好，那股价走势走到这里，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假阴线？决策假阴，决策假阴的实体被跌破了，前面这里也是决策假阴，实体没被跌破，这里开始跌破，而且呢是一个反包的跌破，这里我们认为是风险。下方呢是资金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它这里的资金呢有2次提醒，一次呢是上穿是股价下跌反弹的反弹高点有可能产生的地方，高点变盘的提醒，没有突破，而后目前出现跌破，所以高点变盘大概率是有效的，除非下周直接反向还能去突破，这就另外再谈。当下又出现了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 K 线，这一天它的低点如果继续被收盘跌破，我们认为高点变盘的可能性将继续加大，那么这里将是一个顶部的雏形，顶部的形成。所以目前的博通还是要小心一点，当下呢连续的下跌，短期还没有看到一个止跌的迹象，暂时不要乱去抄底，乱去买进。